原著里只能榜列14的陨落心炎，却堪称萧炎收服异火途中最艰难的一次。若非美杜莎的及时出现，恐怕侥幸哥都没命走出迦南学院。在讨论异火之前，首先要搞清楚一点，萧炎焚诀的核心机制是靠吞噬异火实现自身进化。这一设定看似强到逆天，但陨落心炎的特殊性恰恰打破了这一逻辑。因为它的紫火可渗至体内，甚至对魂体造成直接伤害，而这种能力早已超出了物理吞噬的范畴。这就导致焚诀虽能融合异火，但对陨落心炎的心火却几乎没有任何克制可言，所以需要驯化者本身具备极强的精神力和灵魂强度。可作为最初只有黄阶低级的焚诀，说到底也只是功法上的进阶，并不能直接提升修为。就像当初萧炎吞噬掉金翼狮王的紫火后，进化到了中级，也只能勉强支撑他释放一次地阶斗技。即便修化青莲地心火之后，焚诀从黄阶中级进化到了玄阶中级，但修为仅从2星斗师提升至4星斗师，都远未达到异火本身的能量层级。这种重功法轻修为的特性，就导致他在驯化更高阶的异火时，若强行将两者融合，就一定会让体内能量失衡，轻则斗气失控，重则神魂俱灭。而邪火的反噬也的确让他一度几近爆体而亡，所以此时焚诀非但没帮上什么忙，反而成了夺命的催化剂，更是直接将异火的破坏力无限放大。再加之陨落心炎长期被迦南学院封印于天焚炼气塔下，吸收星辰之力与斗气，能量积累早已远超普通异火，其爆裂程度甚至能让斗宗巅峰的迦南学院守护者千百二老都一直望而却步。更关键的是，它还具有淬炼斗气的特性。这种特性看似有益，实则无异于加剧了驯化时的能量失控风险。芒天尺的失败便是前车之鉴，即便已经身为斗尊强者，却在试图封印陨落心炎的过程中，还是因无法磨灭其灵智，只能被迫建立起这座天焚炼气塔，以便日益抽取其能量，但依旧无法彻底阻止其未来随时冲破封印的可能。而萧炎不仅能安然无恙从塔底走出，还成功炼化了心炎，都要靠美杜莎女王的及时出现。她所画的七彩吞天网血脉对火焰有着天然亲和力，在岩浆世界中，其灵魂也能与萧炎共同承受心火灼烧，一定程度上可以分散他所单独承受的痛苦。再者，以美杜莎的斗宗实力，一旦心炎失控暴走，也能给予相当的压制，不至于被单方面碾压。最关键的还是萧炎那句只要静下心来，不被这邪火控制，异火就能无恙。不难看出，他应该也发现了异火相融的后遗症，即神智被扰了会不受控制的激发兽性。原著里的描写比较直白，这异样的邪火对萧炎没有什么特殊的伤害，不过确实令得萧炎浑身有些发烫。这种状况跟服用了某种激烈的春药有些类似，他正处在失控边缘，女王又刚好是虚弱状态，这种情况下唯有阴阳调和，发生一些不能言说的关系，恐怕才能救萧炎于经脉逆冲的绝境。但凡此地只他一人，或是美杜莎实力恢复，命死不同，他都别提什么成功炼化心炎了，能不能撑过后遗症带来的暴走都两说。所以单论实力排名，陨落心炎可能占不到上风，但就其收服难度来讲，说是最难也绝不为过。况且迦南学院自古都将陨落心炎作为核心资源，供全体学员修炼守护，一旦被个人炼化，学院就会失去这一根基。内院长老要是执意不肯放他离开，而非答应其每隔几年分出些许能量交予学院，那么在上有美杜莎索命，下有长老堵截的情况下，我们的侥幸哥8成是要交代在这了。